经济衰退真的来了，房价终于要崩盘了吗？雷钻时来做人，大家好，我是Maggie姐。最近，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发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美国2025年第一季度 GDP 呢出现了0.3%的负增长，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首次经济收缩。虽然只是一个季度的负增长，但是在经济学上它是非常重要的黄色预警灯。那如果第二季度继续下降呢，美国经济就会正式进入衰退期。Possible recession. A recession is a loss of faith. There's nothing worse for the economy than inactivity. 所以很多身边朋友还有客户就问Maggie姐说，经济衰退都快来了，我们现在还要买房吗？或者我现在需要卖房吗？那今天市场报告呢，我会结合美国的经济数据和大西雅图地区4月份的房产数据，给大家分析未来房价可能走势，希望对西雅图买家有所帮助。按照惯例我们先快速过一下4月份西雅图的房地产数据。先看上市和成交数据。在4月份，整个 King County 有10491套新挂牌房源，比去年增加了18%，其中东区增加最多新增挂牌比去年多了43%。4月大西雅图成交6763套房，和去年差不多，但是东区呢明显变冷，成交量呢下降15%，但其他地区呢都略有增长。然后就是库存数据，今年春季西雅图的房源库存出现了明显上涨。4月份呢 King County 的在售房源数量相比去年同期激增了大概50%。可以说是春季库存大爆发从不同区域来看，东区跟北部的库存数量增长最多，同比去年翻了一番。那现在呢 King County 的库存月数上升到了2.3个月，那其中西雅图呢上升到了3.2个月，东区上升到2.8个月。一般我们认为库存月数4到6个月是一个平均水平这就说明目前西雅图卖家优势在明显缩小，但还没有完全进入平衡市场或者说买家市场。那房价呢？很多人都担心房源增加会导致房价下跌，但目前来看房价依然是比较稳健，并没有出现什么崩盘的迹象。那根据4月份的数据，大西雅图地区4月份房产成交中位价和去年基本持平，微增1.2%，尺价同比上升3.2%。但我认为之所以库存这么多，但房价没有下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房价计算方式是按照 close 的房价来计算的。那市场上还有大量这种滞留没有成交的房子。那如果长期卖不出去，很有可能就会降价出售，最后呢，在数据上就会体现出来价格下跌。总的来说，目前大西雅图库存激增，正在向平衡市场转化。其中呢，东区变化最明显，库存数量翻倍，成交数量呢也下降了15%。每年东区抢房的现象在今年应该不会出现那么多了。那回到开头的问题，很多人一听到经济衰退，就立刻联想到2008年那样房价暴跌的场景，于是就产生了恐慌情绪。但实际上在美国最近6次经济衰退中，除了2008年那次次贷危机导致房价大跌接近20%以外呢，其他衰退区房价基本上都是保持上涨或者是轻微下跌。而且今天的市场跟2008年呢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是2008年之后贷款标准就变得更严格了，买家资质更好，房屋供给呢也没有严重过剩，反而还不太够。那根据华州政府的数据华州目前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预计到2044年，华州需要新增超过110万套住房，用来满足人口增长和现有的住房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西雅图到处都是在推动1110法案来增加房地产的密度。那美国目前的就业市场呢也是相对稳健的。那根据最新的数据，全美4月份新增非农就业17.7万人，远超市场预期，失业率呢维持在4.2%的低位那华盛顿州3月失业率为4.4%，与上个月持平。这个说明大多数人都有稳定收入，所以目前大部分买家不会因为经济下滑或者股票下跌而完全的退出市场。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贷款利率预期的下降。那为了对抗通胀美联储过去2年大幅提升了利率，现在的30年期房贷利率呢大约稳定在6%到7%的高位，那利率基本已经是没有多少上升空间了虽然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上说是按兵不动，但是呢，很多市场分析人士就预测说，今年底或者明年，美联储很有可能会开始小幅降息，用来缓解高利率对经济的压力。那一旦进入了这种降息周期的话呢，房贷利率也有可能随之下行，刺激一下房地产市场。最后就是房地产本身的抗跌属性。股市往往对经济衰退反应是非常剧烈的，波动更大，可能会迅速下跌，然后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呢，通常就是比较钝，下跌幅度较小，而且滞后。房产作为一种相对抗跌的资产，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呢，往往比股票更加稳健。那当然了，在西雅图来说，股市也会影响房价，因为现在西雅图，特别是东区的主力买家呢，还是这些大厂员工，股市也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4月份东区房产交易量的下降也就是跟最近股市的波动有不小的关系。
但整体看下来呢，我个人观点就是比较理性乐观的哈。我觉得房价在未来几个月、1年、2年之内呢，都有可能会有微跌。但是即使是出现经济衰退，也不大可能出现房价大跳水接近20%的情况。那看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弹幕和评论就会说，哎，麦克姐，你这个黑金经理人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大家赶紧买房吗？但是我真的是这么想哈，所以才会这么说，也没有必要骗大家。毕竟呢，我还想在房地产这行干到70、80岁。巴菲特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别人恐惧时，我贪婪。这句话虽然是对股市说的，但是呢，对房地产市场也是有一定的适用性。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在观望，市场就是变慢，买家有更多的议价权。如果你有比较不错的财务状况，反而是能买到比较好的房子的时期。那我的小助理呢，一开始就是想买房才找到我们的哈。那在我这里工作以后呢，一直在看房。最近大家呢都不抢房了，他反而看到了自己的梦中情房，价格在预算内，一套带湖景、带网球场的房子。那我自己也是，其实在前几年呢，我都没有投资新的房产。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本身已经投资了好几套房子，想分散一下投资哈。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觉得西雅图，特别是东区的价格还真的是挺高的。单纯作为投资的话呢，现金流就很差。但是在去年市场比较 slow 的时候呢，我就买下了自己最近几年的一个投资房，一套 Redmond 的独栋别墅。那这套别墅呢，我们也是买这种老破小哈。那当时买的价格呢，觉得也是低于市场价不少，所以说我们就立刻决定把它买下来。那现在的 plan 呢，我们也是准备把这个老破小拆了以后哈，重建4个 cottage。然后呢，当然了，这个目前呢都还是在规划中哈，也要看今年政府对110法案的具体的规定。那之后呢，如果要重建的话，也会给大家拍一个系列的视频。那另外呢，房地产确实是可以给家里的税务带来很多的优惠，所以说我今年呢也想趁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呢，再入手一套比较好的独栋别墅。那最后呢，我还是想给买家朋友讲几个老生常谈但是非常实用的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多看房，利用现在库存增加的机会，多去实地看房，不要像以前一样哈，匆忙决策，可以货比三家。那大家从看房过程中呢，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的眼光，了解不同房子的优劣，说不定呢，你就能找到价格低于市场，但是被别人忽略掉的好房子。第二呢，就是关注利率啊。很多人看到 Freddie Mac 这么高的利率就直接放弃了，但其实呢 ，Freddie Mac 只是参考数据，你的个人贷款利率呢不一定那么高。我们上次开讲座哈，我们说到最近实际利率已经降了一些，我们就说最近买房的一个客户 Jumbo Loan 能拿到5.125%左右，很多人就说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是哪个 lender 啊？我也要问问。那有时候呢，贷款利率变化就是突然发生的，所以说呢，要多和自己的经纪和贷款顾问沟通，看看有没有锁定低利率的机会。那第三呢，就是理性谈判，在现在买方相对有利的市场下，千万不要不好意思砍价。很多卖家在卖房子的时候总是想要卖出高价的，所以很多上市的房子呢会略高于最近的市场价，但在市场放了几周没人出价之后呢，也会被市场教育。这个时候合理在价格上小刀一下，或者要求卖家承担部分过户费用，或者提前维修房屋，他很可能呢就会同意。最后呢，就是预算准备了。那在现在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更要做好财务规划。我从来都不建议连吃饭钱都不留啊，掏空存款极限买房。你至少要预留6到12个月的紧急备用金，确保这2年经济波动呢，你也有能力可以按时还贷，支付房屋持有成本。以上这些呢，都是我真心的建议哈。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你觉得今年经济衰退会不会真正到来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分析对你有帮助呢，请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非常感谢观看，我们下次见。